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政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4年4月7号，礼拜天。咱们今天呢，还是按惯例说几个新闻，然后呢就进入互动的环节。付费会员的朋友呢，这个问题会优先的回答。第一个新闻呢是关于蔡奇从习近平手中夺权的。大家可能注意到，最近一段时间，蔡奇手中的权力在不断的集中和不断的增强。他呢已经从习近平手中接过来一系列的权利啊，包括网信办的负责人，包括党建小组的组长，再加上蔡奇控制了中央办公厅和中央警卫局，然后又打倒了李强。目前呢，蔡奇毫无疑问的成为习近平身边最有权力的人。事实上，由于习近平只是负责一些务虚的指示，再加上县官不如县管，所以蔡奇的实际权力呢，恐怕比习近平还要大。谁能不能见习近平呢？也是蔡奇说了算的。谁对习近平忠诚还是不忠诚，习近平自己都说了不算，得蔡奇说了算。现在呢，蔡奇启动了一个项目，持续3个月，就是中央办公厅呢发了一个通知，说今年4月份到7月份，要在全党展开党纪学习教育，要求推动党纪条例入脑入心，执行的时候要防止低级红和高级黑。这个入脑入心呢，让我们想起《笑傲江湖》中黑木崖的3师脑神丸。蔡奇呢，准备给每一个中共的官员都喂上一颗。我们一会儿呢会看一下这个党纪学习的特点，分析一下蔡奇到底在玩什么花活。今天想聊的第二个话题呢是这个特斯拉跟比亚迪之争啊。由于这个汽车销量下降、降价策略失效等等，特别是中共这边电动车行业的崛起，造成特斯拉的股价今年已经累计下跌了1/3啊，实际上下跌了34%，成为标普500指数成分股中表现最为惨淡的一只。尽管这个特斯拉呢仍然保持着全球市值最高的这个电动车企业的地位，但是呢，从2021年的巅峰以来，它的市值已经下跌了1半以上。而第一季度呢，比亚迪一共售出了626263辆新能源汽车，其中包括纯电动车和这个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同比增长了13%。那这个比亚迪呢还表示啊，就是在今年前2个月销售下降之后，3月份的销量猛增了46%。怎么办呢？这个特斯拉呢现在有一个回应哈，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这个特斯拉呢准备在今年8月份的时候推出这个 Robot Tax。Robert 大家知道就是这个机器人的意思啊 ，Taxi 的话呢就是出租车。所以就是特斯拉呢准备把这个自动驾驶技术通过出租车的方式推向市场。我的感觉哈，特斯拉跟比亚迪之争其实就是中美贸易战的一个缩影。我们一会儿来看一看他们这个相似之处啊，就是特斯拉跟比亚迪之争和中美贸易战的相似的之处。我们呢也谈一下特斯拉的出路到底在哪里。美国现在对中国的特木和西因将加大打击的力度。美国国土安全部周5的时候表示说，小额豁免发货，就是通常直接发给美国的消费者的低价值包裹，现在呢将面临着更严格的审查，包括这个调查进口货物是不是违反了美国的强制劳动禁令等等。这个呢其实也是中美贸易战的时候，在美国这方面不得不采取的措施。在今天正式讨论这些话题之前呢，就是请各位朋友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啊。咱们现在呢开始，在说第一个新闻之前，我们先进一段这个工商服务信息啊。据说呢，早在1000多年以前，产自朝鲜半岛的高丽参就是一种贡品。现在呢，6年根的高丽参也被韩国政府作为国宝级的礼物赠送给外国的元首。本期节目的赞助商这个普瑞堂玄宝黑参原参啊，就是采用了韩国6年根的高丽参作为原料，然后呢，经过传统的方法，通过9蒸9晒的方式纯手工制成。这样的一个盒子里边哈，这个玄宝黑参哈，就是里边有这样的一个黑参的原根啊，这是一整颗的参呐。这个参的这个品相非常的好，这个也非常的饱满。其实呢，加了这个蜂蜜之后呢，保质期非常长，而且这个口感特别好，比较 Q 弹。这样一盒原参呢，里边一共是15颗啊，每一个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6年根的这种高丽参。之所以选择6年根呢，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到6年的时候呢，这个高丽参的生长就最成熟，然后它的外形跟有效成分都达到了一个最佳的平衡点，然后加上这个9蒸9晒的纯手工古法制作，就把这个黑参的，就是通过把它变成黑参之后呢，它的燥火性就都被去除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颜色哈，它会逐渐变黑，每变黑1次呢，就是一蒸一晒的结果，到第9次的时候完全变成黑色。
它没有了这个燥火性之后呢，这个任何人都可以吃啊，就是不会担心上火，然后呢，滋补的功能也变得增强了。根据检测呢，普瑞糖黑参的这个有效成分呢，这个人参皂苷的含量呢，比红参高出了8倍。人体对人参皂苷的吸收率呢，也是红参的6倍，是白参的16倍啊。任何体质的人一年四季都可以食用。除了黑参呢，普瑞糖还有100%的纯素植物鱼油产品，对于提高免疫力、清血管、降三高和胆固醇呢都很有帮助。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去点击我们视频下方的链接啊，然后呢输入我的专属会员码，就是现在左下角屏幕上显示的 TL2023，就可以享受全球的免费邮寄了。OK， 好了，那么咱们现在呢开始回过头来说第一个话题。最近呢，这个中共前司法部部长唐一军落马，外界虽然认为呢这个唐一军并非浙江新军，但是呢这个也有一些传闻了，说他的落马是跟恒大有关系哈。但是呢，唐一军毕竟是长期都在浙江任职，跟浙江的许多官员都很熟，因此呢，外界也很难不把他落马看成是浙江帮失势的一个标志。特别是这个浙江帮的帮主李强啊，他既不能在召开两会后这个参加这个总理记者会呢，又不能因循惯例在今年就1年1度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第2天会见媒体的高管，反而不得不把这样的会见的机会分给蔡奇和赵乐际等人。然后总理记者会取消之后呢，见记者的这些能力呢，就是这个机会呢又分给了各部的部长，所以就显示出现在呢，在浙江帮和福建帮的争斗之中，浙江帮以李强为首的浙江帮已经完败。蔡奇现在毫无疑问的是处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但是实际上这个位置也很可疑哈，说并不是说蔡奇不在一人之下，而是蔡奇不在任何人之下，因为县官不如县管。党建小组组长的位置现在已经抓到了蔡奇的手里边。大家知道中共啊，它是一个意识形态政党，也就是说谁掌握了意识形态，谁就掌握了党的控制权。在当时这个毛泽东跟刘少奇的争斗之中啊，这个尽管刘少奇在这个7000人大会之后让毛泽东短暂的不得不放弃了一些行政权力，但是那时候毛泽东仍然掌握着意识形态大权。所谓掌握意识形态大权的话，就说他永远是对的。所谓意识形态就是他负责这个党的意识形态的解释，也就是说永远他都是对的，那别人是不能够挑战他的。那如果他都是对的话，你跟他不一样的话，那肯定是你错了啊。他要打倒你的话，肯定也是你错了。所以在这样一个意识形态政党里边，谁掌握了意识形态，谁就掌握了这个党的控制权。明面上大家都在说2个维护啊，什么4个自信啊之类的，是吧？但是你是不是真的做到了2个维护、4个自信的判断标准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这个标准到底是由谁来掌握的？现在明显这些标准不掌握在习近平的手里。你对习近平是不是忠诚，不是习近平说了算，而是蔡奇说了算。因为蔡奇他是这个什么这个学习习近平思想领导小组的组长啊，什么党建小组的组长啊，所以呢，就是说蔡奇呢掌握了你是他由他来决定你是不是对党忠诚啊。那最后的话，他如果说你对党不忠诚的话，你这个仕途肯定就中断了嘛。那蔡奇呢又掌握了网信办，掌握了中宣部啊，所以中共维护权力就是铁笔杆子枪杆子嘛。那笔杆子的话已经完全抓在了蔡奇的手里。然后枪杆子呢，至少一半抓到蔡奇的手里，而且是最管用的那一半，那就是中央警卫局这个暴力机构啊，它是负责所有正国级官员的这个就是保安工作嘛，但是实际上的话也是负责对他们进行监视和必要的时候对他们实施抓捕。所以呢，这个蔡奇啊，现在成了中共实际上最有权力的人。封疆大吏也好，或者中央大员也好，如果要给习近平递折子，得经过蔡奇把关和转交。你如果想面见习近平，私下说点啥呢？习近平出去视察的时候，你想跟习近平私下说点啥呢？蔡奇是寸步不离的跟着习近平，所以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跟习近平讲话。所以呢，让你啥也不敢说啊。这时候蔡奇无疑就起到了赵高的作用啊，已经把秦二世完全给封闭起来了啊。就是现在中共是习二世啊，已经完全被封闭起来了。现在呢，这个蔡奇玩出了一个新花样。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一个通知，宣布今年4月到7月在全党展开党纪学习教育，要求推动党纪条例入脑入心，执行的时候要防止低级红高级黑。大家注意哈，这是中共官方首次在中共官方这个中共建政这个75年以来首次具体的定了一个叫做全党党纪的学习教育时间，而且时间长达3个月的时间。所以蔡奇呢又开了一个先例。新华社说，经过党中央的同意发了这么一个关于在全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的通知。这个文件指出呢，为深入学习贯彻
这个修订之后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从今年4月到7月，在全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这项通知明确指出说，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这个思想也是这个蔡奇管啊，就是抓这个思想也是蔡奇说了算。说聚焦一些这个党员干部对党规党纪不上心、不了解、不掌握等问题，组织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认真学习党纪条例，做到学纪啊，就是学习纪律；知纪，知道纪律；明纪啊，明白这个纪律；守纪啊，就守这个纪律。要搞清楚党的纪律规矩是什么，弄明白能干什么还是和不能干什么。刚才念了一堆都是党文化的那些大词儿哈，就特别虚哈，其实都是胡扯。什么学习党纪，说这个党纪不上心、不了解、不掌握，难道那些贪官落马的时候不知道自己不能贪污腐败、不能玩忽职守吗？肯定是知道嘛，对吧？知道为什么还要干呢？这个事儿哈，就是抓纪律这种事情啊，就是让你去学习这个条例啊什么之类的，这种事情以前中国不是没人干过，这个朱元璋以前就干过这种事儿。洪武18年的时候，就是当时公元1385年。朱元璋呢，当时就编辑出版了一本书，叫做《大诰》啊。这个大诰的话，就有点像这个蔡奇搞这个条例了。当时呢，朱元璋为了普及法治啊，就让大家都知道朱元璋思想啊，让朱元璋这个制定的法律能够深入人心。朱元璋呢，就编了这么一本书。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这个识字率都比较低，是吧？一般的人你拿给他一本法律的书，他也根本看不懂，是吧？而且法律文本都很枯燥嘛。这个贪污多少钱，判多少年，打多少板子，流放多少里。像这种事情，一般人是不会看，而且看了之后的话也记不住。那朱元璋呢，为了增加这个法律的可读性，就印了这本大诰。这本大诰的话呢，相当于一本判例法，他会把多年来判的案子，每一个案子详详细细的啊，谁犯了案子，姓什么叫什么啊，这个情节情况怎么样，完了之后怎么处理。有了具体的人和事儿之后，它就有一定的故事性啊，然后就编到这个大诰里边。当时朱元璋呢是有一个规定，就是无论是政府官办学校还是私立学校，都必须得教大诰啊，就变成了一个核心课程啊，我们叫 core course 哈，就是你必须要学的课程。除了四书五经之外，必须要讲授朱元璋思想啊，就朱元璋规定的这些法律。朱元璋当时还做了一个规定啊，就是说，如果你犯了罪之后，在你们家能够搜出一本大诰的话，就是你们家有这本朱元璋编的书的话，你的罪就减轻一等。这个咱们觉得好像很违反常识，对吧？你有了这个法律的书，然后呢，你又违反法律的话，你等于知法犯法，明知故犯，对吧？那应该罪加一等，是吧？但朱元璋不，如果你家里边有大诰的话，减等，实际上就是鼓励这个老百姓去学习法律，防患于未然。这个跟大家可以看到，跟这个蔡奇搞什么纪律教育什么之类的，是不是有点像，对吧？但是朱元璋这么做管用吗？朱元璋自己都知道不管用啊。朱元璋自己就说嘛，他说未闻用伤寒之法可治尧舜之治啊，用商鞅跟韩非子的法家思想，怎么能够达到尧舜那样道德高尚的境界呢？所以这个蔡奇搞了这么一套东西，什么党纪教育之类的，完全是胡扯啊。但是呢，这里边的关键是什么呢？通过这样一轮运动，能够让蔡奇进一步的集权。蔡奇不断的在党内搞这种忠诚度的测试哈，那测试过，因为这个测试过不过关呢，是蔡奇说了算。所以蔡奇不断的搞这种事儿的话，就是让中共的官员们在蔡奇的高压之下战栗恐惧。所以这里边的这个政治运动的关键，与其说是在树立习近平的权威，不如说是在树立蔡奇的权威啊。所以蔡奇是通过这样的政治运动，暗戳戳的从习近平的手里边把权力抢走。说完了这个事儿之后，咱们再说说比亚迪跟这个特斯拉之争哈。特斯拉呢，今年算是真的被拉下神坛了。多年以来，伊隆马斯克始终呢在这个努力为特斯拉塑造一个形象，就是他是面向未来的一个汽车制造商。他呢经过了这个迅速扩张的辉煌时期，但是呢从2022年年末的时候，销售额开始下滑，一度让人惊叹的高利润率也逐渐的在缩水。多年以来，现在这个特斯拉所面临最大的挑战，已经不再是它能否生产出足够的汽车，而是人们是不是愿意购买它。这个特斯拉在上海开那个工厂是吧，生产这个电动车，然后又在这个墨西哥开这个大的这个特斯拉生产工厂。现在这个事情已经变得不重要了，因为你生产出来没有用，人家不买你是没有用的，是吧？特斯拉今年1年的股价就已经累计下跌了34%。遥想2021年呢，特斯拉最辉煌的时候，它的市值在2021年10月份达到高峰了，当时它的这个一个车企的市值达到1.2万亿美元啊。它是在2年之内，从2019年到这个2021年2年之内，它的这个市值增长了2000%呢。
增长了20倍。从那个之后，市值现在都下跌一半以上了啊。根据伯恩斯坦研究公司的数据，截至到2022年10月下旬，特斯拉在中国的售价平均下调了7%。然后呢，这个特斯拉在这个就是针对它在美国最受欢迎的车型也提供折扣哈，先是$3750，然后是$7500。前2天我还接到一个特斯拉的电话，问我要不要打他们的，要不要买他们的车，说明什么问题啊？说明特斯拉的汽车已经供过于求了，他卖不出去了，他再给你打电话是吧？他如果供不应求的话，他才不会给你打电话呢。2022年的时候，特斯拉年度汽车交付虽然比上一年增长了40%，但是没有达到公司最初的目标，也没有满足华尔街的期待。然后呢，这个让投资者倍感失望的是，这个尽管特斯拉在柏林和德州的话呢，就是这个2022年开设2家新工厂，产能提高了大概80%，但是呢，这个财务披露显示出，特斯拉未售出的汽车库存从第2季度的4天攀升到了13天啊，就是它的库存本来购卖4天，现在购卖13天，这都是2022年的数据了哈，显示出市场需求变得非常的疲软。然后呢，特斯拉的库存的压力现在增大。4月2号，就是前2天，特斯拉有篇报告说，从2020年以来，其季度交付比首次出现同比下降，而且远没有达到华尔街的预期。这个就给特斯拉的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与这个相对的呢，就是中国的电动车制造商比亚迪在3月份的时候销量大幅的增长。目前中国车企推动这个全球电动车市场这个它的这个竞争变得日益的激烈。第1季度比亚迪就销售了62万多辆的新能源汽车，同比增长了13%。然后呢，3月份的销售呢更是猛增了46%。所以比亚迪现在已经成为西方电动车制造商和传统车制造商的劲敌。去年年底，比亚迪已经超过特斯拉，成为按季度销量来计算的全球最大的电动车销售商。比亚迪是从1995年作为电池制造商起家的现在成为中国新能源汽车的领头羊了。这个中国的汽车电动商，就是电动汽车的这个制造商它的行动比西方的车企更快它的迭代速度也更快，这个车型也更多一些。大家知道这个电动车从0到1的突破不容易主要是电池的问题。一旦突破的话，别人是很容易抄作业的。一旦抄了作业之后，剩下的那就是效率了，看谁能降本增效了，是吧？那而中国的制造业，它的内卷是最厉害的。其他别的这个国家，你有什么？就比如说盖厂房用地税收然后呢，这个人工这个能源等等，就各种各样的费用加在上面那中国这边的话，它的这些费用都很低。就如果政府真的想扶持你的话，可以给你很低的价格就是给你提供土地建工厂，然后呢，这个给你提供这种税收的优惠，然后特别中国的工人可以996是吧？然后拿很低的工资，又这个环境保护上又不是特别的在意，所以这样的话就给这个在这种制造业行业就是这个中共这边就利用这种低人权优势它就有很多的这种就是压低成本的空间内卷的非常的厉害。那西方的车企是根本卷不过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特斯拉跟比亚迪之争的话，就是中美贸易战为什么这么明显它就是一方面是体现谁在制造业方面能够降低成本这是第一点，谁能够吃苦干这个制造业。第二个的话呢，其实就是你的技术迭代的问题，就是说你跟美国跟中共拼制造业是拼不过，那就是要拼什么呢？就是拼技术突破除非是你的技术迭代非常快，让这个中共那边来不及抄作业是吧？它的这个产品总是落后你几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他可能干不过你。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技术壁垒的话，在制造业方面，其实跟中共竞争真的是相当的难。现在呢，这个特斯拉方面在这个技术方面的话，采用一个什么做法呢？就是特斯拉现在就是准备推出这个，这是这个《华尔街日报》讲的比亚迪的这个销售量的问题那特斯拉现在怎么办呢？特斯拉现在的做法就是要推出这个 Robot Taxi 就是这个机器人驾驶员。这个呢是伊隆马斯克在这个他的社交平台 Twitter 就今天叫 X 发帖。这个机器这个汽车我都不是特别看好，为什么呢？它不像是一款汽车，它连方向盘都没有，它也没有踏板，就是你加油也好还是刹车也好，你是没有控制的，没有机械方面的控制的，而且你也没有办法用方向盘去干预这个车，你只能是坐上去之后的话就跟着它走了。为什么呢？这是给出租车司机给就是开发出来的，就是无人驾驶的出租车
出租车。那当然，你作为一个乘客的话，你是不能驾驶这个车的，所以它是没有方向盘，也没有踏板。我不知道大家坐上这种车的话，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哈？你会不会觉得很危险啊？因为你完全失控嘛，又没有一个人在开车嘛。现在呢，马斯克说呢，这个车型啊，这个 Robert Taxi 啊，将在8月8号的时候在全球推出。所以现在特斯拉正在加紧努力啊，然后呢，希望能够让司机迷上它的自动驾驶软件。这个车型如果一旦推出，能够被市场广泛接受的话，那以后自己家里面的车可能也变成这样的车了。这个车的话我觉得自动驾驶可能有一个好处哈，就是说，比如说我现在要去机场啊，这个不用找人送我了，是吧？我就这个自动驾驶这个车就带我去机场了，然后的话，我按一个键，这个车自己就开回家进车库了。然后等我这个要下飞机的时候啊，这个飞机一落地，我马上就是打开我的 app， 让我的车从车库里面开出来，开到机场来接我。这样的话，等于是这个等我出海关的时候，或者是这个拿到行李的时候，这车也来了，可能是有这样的一种好处哈。那现在呢，这个马斯克呢，就是现在在拼命的推这个啊，就是他要求员工呢要带客户试驾这辆车啊，就是使用这种特斯拉的辅助驾驶的功能。所以现在呢，就是说这个马斯克呢是通过技术迭代的方式啊，希望能够这个干掉他的竞争对手，但是实际上好不好，这种效果好不好，我并不特别的看好，因为这种就是靠驾车软件哈来这个进行就是技术上超越你，但是中共那边很快买辆车就 reverse engineer 了，就逆向工程，很快就破解你的这些软件，然后它也就很快开发出来了，所以这方面的话是挺难的。这就是我想就是说在这个中美这种贸易战的过程中，美国如果真的想取得成功的话哈，很多时候这个是相当难的。就是我刚才讲在技术上，在制造业上，如果你不能够实现技术的快速迭代的话，是没有办法在低端制造业上跟中共竞争的。那怎么办呢？最后还得靠美国政府的关税保护了。今天看到一个消息哈，这个其实也是《华尔街日报》的，我没有把这个链接放上来啊，就是说这个现在呢，从中国啊，就是邮到美国的邮包啊，如果这个邮包的价值低于$800的话，是不需要缴纳关税的。美国的海关对这样的包裹，它也不会严格的审查。所以近年来就寄往美国的这种小包裹数量激增，2023年大概有10亿个这样的包裹寄到美国来，大部分都是来自于中国。所以大家在这个特木上或者在西音上去买那些中国的商品呢，寄过来的话，他们价格极其的便宜啊，而且这个邮费极其的便宜，又不交税啊。所以比如说你在美国你买一根这个充电线啊，就是比如说像这个智能手机的充电线 ，iPhone 的充电线啊，你可能比如说花$3、$5，中国的话它可能就是5毛9、9毛9啊，这个每分99美分啊，完了之后的话还包邮啊，给你寄过来。但是呢，你收起来花的时间很长，至少要3个星期的时间，实际上就是海运过来，然后呢又不交税，在美国邮费又很便宜，所以这就是他们盈利的这个空间啊，就在这里。那现在呢，这个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在2023年发表了一份报告哈，说这个西音啊跟特木啊很可能占了小额豁免发货的将近1/3。那以后呢，美国有可能会堵住这个漏洞啊，所以这样的货品以后可能要经过这个漫长的等待时间，在过海关的时候的话还要征收关税，邮寄的话费用也不是那么便宜，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对美国自己的这些日用品啊，这个杂货呀来进行保护。所以呢，其实你看这个特木跟西音哈现在干的这个事儿哈，其实跟比亚迪干的事儿没什么区别啊，就是低价倾销。而美国的话，大概也只能依靠关税的保护了。就像我们刚才讲，在这个技术上你不能快速迭代的话，在制造业上是卷不过中共的。这个呢就是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些话题了哈。那么因为今天是周末嘛，咱们就按照惯例呢，就是跟大家来互动一下哈，来这个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哈，来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第一位朋友问张教授您好，中华文化受易经很大启发，请问易经是本什么书？为什么它具备占卜未来的能力？古人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智慧能够洞悉天理？还是这其中隐藏上天的作为或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其实我们有的时候看到中国古代的一些它的一些著作呀，就像八卦也好啊，像这个易经也好，易经的话实际上是把这个就是当时文王把这个伏羲的八卦演成64卦，然后的话加了一些说明，但其实并不是文王的首创。
这个周易的话，我们管它叫周易，是因为它是周代的啊。其实还有夏代跟商代，还有它自己的那种就是卦象的排列啊，叫什么连山呐、归藏啊什么之类的啊，它有不同的这种卦象的排列。它不是人的东西，这个东西它不是人创造出来的东西，它是一种如果你要是问我的话，它其实是史前中国留下来的很先进的那种文化。这种史前的文化，中国其实啊，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说中国文化是有5000年历史啊，其实呢，有很多东西呢，并不是这一期文明创造出来的。不光是中国文化，其实西方它也有很多史前文化。大家可能会看到一些在网上，就是有人讲一些有点像怪力乱神那种啊，类似那种性质，像老高与小莫啊，或者是讲这个像文昭谈古论今呢，都会谈到一些就是这种超自然的事情啊，包括史前的文化，很多东西它不是瞎编出来的。大家知道这个史前的文化哈，你像这个有很多我们现在发现的那种历史的遗迹，就是我们现在的人用现在最先进的技术都是造不出来的啊。我在那个《中华文明史》那本书里边，大家可以去看我们那个视频下方有那个我们连接到天亮联盟的那个产品啊，就是那些电子书。我出了一本这个《中华文明史》嘛，就里边讲了很多这样的史前的文明，包括比如说像普马棚谷啊，在那个就是安第斯山脉上海拔3000米高的地方，普马棚谷，它的那个巨石的建筑，那种石头重到这个载重卡车都拉不动的，你没法从这个地上拉完了之后拉到那个山上去，而且那个石头那个硬度切割的，你就是用金刚石，用最硬的那个金刚石切割的话，其实你也没有办法切割出来，像你在普马棚谷那个遗址上看到的那种非常平整的，它那个圆呢，那个里面打的那个洞啊，特别特别的圆啊，就像咱们用那个木工在那个木头上打洞一样，它那是在那种极硬的石头上打出那样的洞，完美的那个圆柱形的那种孔洞，那个尺寸、那个光滑程度的话，简直就是精确的，我们现在人根本就做不到的。那你说这东西到底是哪来的？我们现在人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够造出这样的东西来，就包括咱们就不说别的哈，你现在人你去做一个金字塔，你做看，你绝对做不出来的。所以就是它有很多这种就是我们现在人类无法否认的那些遗迹，远远超越我们现在人的这种文明。当然，我们现在看那种巨石建筑哈，这是我们能够就是看到的那种，它里边可能我们也会发现一些，比如说它对天文啊、历法呀，这个地表测绘啊，就一些观测啊，就像金字塔，它的高度乘以10亿是地球到太阳的距离啊，它的这个塔的重量乘以10的27次方、15次方，就是地球的重量啊。然后金字塔刚好处在那个地球上的经线和纬线，就是跨越地表陆地最长的那根经线和跨越地表经线是这样的哈，这子午线和跨越地表最长的，就是陆地最长的那个纬线交汇的那个点上，就是金字塔在的那个位置。你怎么去解释它金字塔它是怎么测到？他们那时候人怎么知道地球的经线跟纬线在这个地方交汇啊？就是这两点是跨越这个陆地最长的线，它是怎么测出来的，对吧？你根本就不知道。然后它是这个金字塔不是3座大的那个金字塔吗？它的亮度其实就是15万年之前猎户座3星的那个亮度的比例，就是有很多东西你是没有办法用现在的这种科学去解释的，它是远远超越我们人类已经有的文明。金字塔其实它是一度沉到海底，然后又上来的这么一个东西。这些东西啊，就是不光是在埃及有金字塔，在很多地方都有。前2天不是贵州大火吗？贵州大火之后，后来是这个放火，这个山被烧了之后的话，大家突然之间发现，就是有好多这个山峰其实就是金字塔，它那个形状跟金字塔一模一样的。所以就是说，类似于这样的事情哈，你是不能够用我们现代科学去解释的。在人类能够达到那种天人感应，能够真正就是说能够掌握这个宇宙运行规律的时候，他把它描述成为用这种卦象的方式，用周易的方式来描述。所以其实呢，这个卦象啊，就是这个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啊，这8卦实际上就这么来的。然后再叠加之后的话，它怎么去排列组合，它都有很古老的智慧啊。它不是说中国这种说5000年、3000年之前，周文王到现在多少年，也就是3000多年，对吧？就是它是更加古老的智慧，所以那不是人得到的东西。而且就是说，实际上科学它有不同的这种发展的方向啊，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用这个现代科学这种实证科学的方法，走到一定程度之后你就走不下去了。
就很多人在讲量子力学嘛，对吧？量子力学的话，其实就是一个量子它的这个运行的那个状态，包括它的位置、它的速度等等，都是不确定的，它都是概率，它都是是用一个概率公式去描述的。那然后呢，但是当一个人在观测它的时候，你就这个量子就突然之间就做一个选择，比如说这个量子它可能是顺时针这么转哈，它也可能逆时针那么转哈。那它到底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的话，在你观测之前的话，它是不定的啊，它既可能是顺时针，也可能逆时针，它真是不定的。但是当你一旦观测它的时候，它就定下来了啊，它就变成了顺时针或者逆时针。这东西你怎么去解释？就是说当你人观测的时候的话，它一下子这个量子的状态就变成确定，之前是不确定的。这就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当我们说这个现代科学依赖于观测，然后呢总结经验，提出假说啊，然后呢再用实验去证实假说。现在整个这个实证科学就是 scientific reasoning，就是这样做的嘛，就是叫 inductive reasoning 嘛，就是叫做归纳法嘛，就是观测很多的现象啊，然后的话归纳出来它的一个规律啊，然后呢再提出一个假说啊，就像数学归纳法一样，然后的话再进行验证嘛。但这种观测的话呢，这科学是基于观测哈，但是像量子到了这个亚原子哈，就比原子小的那层粒子的话，你发现是不能观测的，因为你的观测本身会扰乱那个状态。当你不能观测的时候，那你怎么再去进行研究呢？对吧？这就变成了一个无法解开的一个死循环嘛。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所能够人类了解的这种科学的方式哈，只是众多的探索宇宙和生命奥秘的一种，还有其他别的方法。古代人的话，他们有他们的方法去洞悉天理，他不是用就是科学仪器的方式，他是用人体啊，因为人体其实跟宇宙之间是有这样的一种就像全息的那种关系哈，就是它跟宇宙之间有一种沟通啊，那种全息的那种，就像一个小的宇宙一样啊，就是人这样的一个身体。所以呢，通过研究人自身的话，其实是可以研究出发现宇宙很多的奥秘的。那这种研究的话呢，它其实是通过人的内省啊、打坐啊什么之类的。这东西我给大家讲都是文化哈，其实中国古代的很多书都在讲这样的道理啊。但是其实我作为一个法轮功的修炼者，修炼法轮功之后的话，我回过头来再看那些东西，就觉得特别的简单。他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通过人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对人体本身的这种能力的开发，去研究那个宇宙啊，这就很厉害。咱们举个例子来说哈，比如说我看这个颜色哈，人看到的颜色就是用眼睛直接看嘛，对吧？人的眼睛的话，它就是能够看到4000i 到7000i 这样的电磁波的波长4000i 到7000i 之间的这个电磁波啊，在人的眼睛上反映出来就是不同的颜色。那如果你通过某种修炼的方法，能够看到比这个波长更长的红外线啊，甚至比如说是毫米波啊、厘米波、分米波，然后呢，你能够看到紫外线啊，比紫外线更短的什么 X 射线、伽马射线，你能够看到它的时候，实际上当你这个眼界开阔的时候的话，你看到的可能就是不同宇宙的那个现象，跟人的肉眼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嘛，对吧？你只有比如说人生100年，然后呢，这个人的精力也是有限的。你通过这种有限的时间，有限的这个人的这种精力的话，是不可能去了解无限的宇宙的。你真的想了解无限的宇宙，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把你自己的生命变成无限，变成无穷，然后你才能够看到这个宇宙真实的情况。所以过去为什么说佛陀也好啊，得道的真人也好，他不生不灭呀，就是他能够达到那种生命永远跟宇宙一样长啊。那当然他也就知道这个宇宙的规律啊，他也有这个时间，有这样的智慧，他打开了之后的话，能看到这个宇宙的规律。我给大家讲这故事，这东西大家你要不相信，你可以当故事听哈。我只是在讲逻辑啊，再通过一种逻辑的方式，把原来我们可能大家忽视的那个传统的文化的道理给大家讲出来。真正你要想了解这个宇宙的规律的话，那真是得看我师傅写的那本《转法轮》啊。我觉得我不是在跟大家在有意的就是 promote 什么东西哈，我是真的是认为，你真的想了解这个宇宙的规律的话，你不去看那些洞悉宇宙的学者给你讲的话，你看常人的书，你看这些什么相关的这种什么知识什么之类的话，那是永远都不可能真的去就是掌握这个宇宙的规律的哈。
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他是有很多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是因为你的这个思想局限在科学这个角度去看。你要是能够超越这个现代科学，不走这个实证科学的路，走这种体证科学的路啊，通过人体去认识这个宇宙的话，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这种，得到一种完全不同的对宇宙的认识。OK，好，这个问题咱们就聊这么多了哈，咱们就讲了讲文化哈。那第二个问题，天天老师好，近日凤凰网、微博等媒体报道，慈善家陈光标向这个台湾花莲地震灾区捐款1000万元人民币，并呼吁国内企业家一同投入奉献爱心等等哒哒哒哒。这个我有不少蓝营朋友认为对中共的善意应接受，才不会造成敌对。中共虽然干不少坏事，但也会有些好事的表现，不应全盘否定。应多学习马英九，多与中共沟通互动，请教您这个看法。这个事儿其实很简单啊，就是说很多人做这个事儿的话呢，你不能光看他做这个事情的本身，你得看他的出发点。就像一个这个坏人，他想拐卖儿童，他也会给这个儿童糖。你说哦，那我先把糖吃了再说吧。他是这个给我糖，他是对我的好意，我也得接受啊，对吧？完了之后的话，我们在这个对他的拐卖儿童的这个犯罪分子，我们也不能全盘否定，是吧？他还给我饭吃呢，是吧？他还给我糖吃呢。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我觉得就是，做事情呢，就是陈光标啊，这个人是个大骗子。他当年来这个美国的时候，在纽约，他来了2次啊。他一次就是什么号称说要收购《纽约时报》，那就是完全是一个噱头，炒作自己。他真实的目的是什么呢？他是当时奉了江泽民的命令，把当时天安门所谓那个自焚的那2个人带到美国来，完了之后是干了污蔑法轮功的事儿来的。那2个人其实从那个中共2001年当时在天安门拍了一场电影嘛，那2个就是演员，但他们是真烧啊，真是把这2个演员给烧得毁容了。当时是以那个拍电影的镜头方式，远全中近特，各种各样的近景、远景、全景、中景、近景、特写全都有的。通过这样一种拍电影的方式，你想他说这个人点着了火，不到1分钟就火焰就扑灭了，你在1分钟之内怎么能拍出这么丰富的镜头啊？这个远全中近特全都全的这种镜头啊！你1分钟你连摄像机都没拿出来，你都没有跑到现场，你怎么拍下来的？他这是多角度的，你任何一个懂电影人的话，一看就知道这是个电影，这绝对不是说突发事件然后拍下来的东西。那镜头都不晃的，你怎么拍得出来？所以其实呢，那就是一个电影，但是那里边的人是中共真的找了真人，真的有一个人是被打死的，叫刘春玲嘛，在当时就被那个特警就给打死了。结果中共在那个焦点访谈的时候放那个录像的时候，我们一帧一帧的看的话，真的就发现那个特警把刘春玲打死。中共他因为放得快嘛，他以为一喷那个防火器一阵白雾，完了之后的话就看不到发生了什么，但其实那个录像已经记录下来，现在这个录像都在联合国都有备案的。就中共当时导了一场电影，因为是导演的电影，去专门是为了这个污蔑法轮功的，所以呢，中共就把参与的那个演员就全都给封闭起来了。从那个时候之后开始，你再找他们找不着了。有2个人是被灭口的，一个是刘春玲啊，还有一个是刘春玲的女儿刘思颖被灭口了。然后呢，剩下那些人的话，从此之后就再也找不着了。中共就把他们关在一个外界的根本就无法去接触的那么一个地方，而陈光标竟然能够把他们带出来，能够找到他们，能够把他们带出来，还能够带到美国来。你想这个人是什么背景是吧？肯定是中共国安嘛，他就是一个特务嘛。到了美国之后的话，他在那个美国纽约那个大街上，他那个就显得他是个慈善家嘛，是给别人发钱发美元。那乞丐根本就不理他，那个是要饭的，你给他100美元，陈光标给他100美元，那乞丐都不要。为什么不要？因为你不是真的是想帮助我，你是在拿我来做道具啊！你这100块钱你给我的话，你是在拿我做道具，为了显示出你是一个慈善家吗？其实真正做好事，就像那个圣经里边讲的，你左手干了好事，不要让这个右手知道。陈光标就高调的说他是一个什么什么慈善家啊，我不拉就是吹牛自己，他其实就是一个国安特务，然后把那2个人带过来炒作啊，就是为了这个妖魔化法轮功，炒作完了之后就回去了，完了之后那2个人又销声匿迹，就没有再出现了。所以实际上啊，就是你要知道这一个人是一个什么人的话，你就会知道这种人的钱就跟那个
要拐卖儿童，给你一块糖一样，一模一样的。这个人的钱，我觉得是绝对不能要的。他做这种事情的话，都是有目的的。所以我想说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有的时候这个事情一个事情好，一个事情坏哈，你光看他这个事情本身，这个外在的这个行为表现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做这个事情的动机到底是什么。这个事儿，我觉得大家对中共做的任何一件事情啊，都得要特别的警惕。中共做任何事情的话，都不是无缘无故的啊，都不是随随便便的，他都有他背后的那个阴谋，都有他的 agenda。说这个什么跟马英九学，多跟中共沟通啊？你跟中共沟通什么？你跟中共沟通就是骗啊！马英九，你作为国民党的主席，难道你不知道国民党被中共骗了几次吗？当时孙中山就是被共产党骗了，什么联俄容共扶助农工是吧？孙中山就是被骗，然后蒋介石什么第二次国共合作，什么抗日又是被中共骗，最后江山都没了，你还到中共那儿去，你还指望中共能为你做点什么呢？对吧？所以我觉得哈，就是说大家一定要知道，中共它是一个邪教啊，它是一个黑社会，它是一个犯罪集团。就这么一个政权的话，最好的方法其实就是像蒋经国说的，不谈判、不接触、不妥协啊，根本就不要理他，他什么东西都不要相信他。我觉得就是我是这样看这个问题的啊。OK， 下面一个朋友问，教授你好，请问蔡奇是习近平最信任的官员，他派警卫监视其他官员，以防止他们串联反抗习近平。如果有官员用钱收买蔡奇，或用钱收买身边的警卫，让他们躺平或背叛习近平，有可能吗？或哪天发生民众暴乱，某个有钱人收买武警或军队，有可能吗？那些帮助习近平的人，有可能被钱收买吗？其实啊，这个蔡奇啊，我觉得你不用收买他，我觉得他也随时都可能会造习近平的反。You never know 啊，这种人没有底线的。他当时在这个北京的时候搞什么刺刀见红、驱逐低端人口什么之类的，那非常狠呐。这个人是没有任何这个道德底线的，凭什么你就相信这样的一个人他不会造习近平的反啊？所以我觉得他就如果不造习近平的反的话，那有一种可能啊，就是说他像那个，就是当年的这个，就是有点像那个武侠小说里边嘛，就是他就立了一个傀儡啊，完了之后都由他来操纵啊，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掌权，当然也有可能。所以其实蔡奇是习近平身边最危险的人，我不知道习近平他是对蔡奇能够信任到什么程度啊，是不是有相关的制衡？但是我们现在看不到习近平对蔡奇的制衡，反而把他手里边的权力一点一点的挪到蔡奇的手里边，这个人是绝对不能信任的，我觉得。这个，所以就是说，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能指望啊，就是说，其实您这个问题呢，我以前也多次讲过哈，我觉得我们永远都不能指望说靠中共内部出来一个什么样的开明的人士啊，或者是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儿，造成了这个中共的倒台。永远我们知道，专制政权的倒台都是需要外部压力的，它不是内部的这种，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种权力斗争会造成它的分裂和倒台。前苏联、前东欧啊，你看一下，其实都是这样的。苏联当时也是因为民间没有吃的嘛，就是这个经济很糟糕嘛，然后大家都觉得这个体制维持不下去了。这个东欧那些国家也是一样，都觉得这个体制维持不下去了。所以我觉得来自于民间的压力是非常关键的。现在我觉得我们能做的哈，就是在民间广泛的揭露中共啊，让大家绝对不跟中共合作。我经常讲一个问题哈，就是任何统治都是有成本的。每一个人只要给中共制造一点点的麻烦，一点点的成本，中共就没办法，他的统治就难以维系。举个例子来说哈，比如说比如说习近平说大家都得戴上口罩，比如说哈，我就举个例子，大家可能最后还是戴了，但是每一个人戴的时候的话，都拖延那么几秒钟、几分钟，然后戴上之后的话就摘下来，只要警察没看见摘了，警察一看见之后啊，对不起啊，这个我咳嗽一下，我喝点水什么之类的。每个人都通过，其实这样的借口很好找啊。每个人都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不服从的话，中共的这种统治成本就大到他没有办法承受的地步，这个统治自然就维系不下去了。关键的，中共能够维系统治的话，还是因为大家的配合嘛。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哈。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应该努力的一个方向。这个已经回答过了哈。问题4，问题5。
张教授好，请问台湾的深蓝白选民的思想和共匪国的小粉红都是一样的，他们的脑子油盐不进，不管蓝白推出什么样的疯狂政策，他们都是投票给他们的。西方左派选民也是这样，他们的思想该如何改变？您如何看待刘晓波说的一句话：中国需要被英美殖民300年才能变成一个文明民主国家？那么，俄罗斯和中东、非洲是不是也适用这句话？其实大家可以看到，香港被殖民100年，然后又怎么样了呢？对吧？中共来了之后的话，现在不变成又是中共的统治了吗？所以我觉得哈，就是说关键的问题是思想的改变哈，其实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对教育的改变。每一个文明的跨代的传播传承的话，都是需要教育的。大家不要看到美国，感觉好像是以前这个非常的繁荣富庶哈，感觉这个国家的制度非常好。其实美国的国父们在开国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担心，他们认为只要有一代人没有控制住，美国的他的这种自由就会失去。真的是这样的。什么叫做一代人呢？就是一代人的教育的时间，15年、18年啊，就只要有这么一代人的教育被毁掉的话，这一代人就毁掉了，他的这个文化、制度、文明等等，他就中断了。那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哈，就是说这个，台湾的人也好啊，或者是美国的白左也好，之所以变成了这个样子，是教育出问题了。在台湾的文化课教育中，在台湾的这个中小学的教材里面不讲共匪的这种坏。我1月份的时候去台湾嘛，就是跟那个就是新民协会的黄兴龙先生就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到台湾的时候，台湾人都在宣传说当年的国民党有多坏。然后讲这个台湾的这些民主人士他们是如何抗争的啊，一步一步的这个为台湾争取民主。我就说这些人他也就是生活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他才能够争取民主。他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的话，他试试看根本就没有机会。为什么没有机会？就是因为这个他的共产党它是一个集权社会，所以呢，共产党它就是在这个教育这方面卡得非常死，就从小学开始就给你这个洗脑。但大家知道这个教育哈，除了学校之外，还有另外很大的一块就是家庭。如果父母能够平时跟孩子聊聊这个事儿，就像咱们看咱们这个频道的朋友，如果聊聊平时能够跟孩子讲讲这个事情啊，基本的是非善恶，其实也能够平衡很多，清洗掉很多共产党给你灌的那个毒。那对于台湾来说，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就是这样。在美国的话，你一定要学这个美国的历史。美国当时的国父们是为什么制定了这样的一部宪法？那么宪法中的每一条到底是为什么？美国的这个当时最开始制度设计的时候，它背后的那个哲学呢，洛克也好啊，孟德斯鸠也好啊，这个洛克的司法独立嘛，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就类似于这样的这个概念的话，一定要反复的跟这个美国的学生们、孩子们讲，包括这些为了争取自由，这个人们所付出的努力啊，包括这个人们在历史上这个被共产党骗了之后，这个所不得不吸取的那些血淋淋的教训呢，都得跟这个下一代讲。只要有一代这个事情放松了，这个国家的政治它的轨迹就开始偏离。那当然，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块，在欧美这边最重要的一块哈，就是在教育这个是非善恶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其实是应该来自于神的话语。美国就是这个现在的年轻人不怎么去教堂了，然后呢，这个他对于美国的这些真正的这个我们就是叫做 civic 哈，就是那个就公民教育，现在这个也垮掉了，所以你信仰也崩了啊，然后呢教育也崩了，这个社会不崩都不可能了已经。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要想解决这个台湾的这些什么深蓝白选民呐，或者是说这个西方白左的问题，不能够建立一个正的信仰，然后不能够在这个教育上能够抓紧的话，是没有希望的。刘晓波说中国被英美殖民300年才能怎么样，你现在看英美自己怎么样了呢？对吧？现在英美自己不是也不行了吗？就是人的信仰一旦垮掉，教育一旦垮掉的话，这个社会就没希望了啊，就是这样的。OK， 下面一位朋友，非会员了哈，说我老公认为耶伦访华是要卖美债给中国，是否属实？这个应该不是这样的。这个美国的国债的话，随时都可以买啊。美国的国债大家不要以为说中国才买，中国买的国债
在美国这个国债比例中很小很小。美国现在国债34-35万亿吧，中国现在买的美国国债的话不到1万亿，就是连美国国债的3%都不到。美国国债70-80%都是美国人自己买的，剩下什么日本啊，什么7788其他别的国家可能买了20%，中国是连3%都不到，所以不要以为说中国买了很多的美国的国债，中共其实没买多少，而且中共现在面临着美元荒，它不断的在抛美元去保这个人民币的汇率，所以而且它也不需要耶伦去让中国买，中国如果有钱的话，中国自己就会买，因为没有什么其他别的更好的投资渠道嘛。OK，下面一位朋友问说，许多人说美国禁止 TikTok 是无效的法律，因为美国没有防火墙，就算法律禁止，还是无法禁止美国人照样使用 TikTok。张教授能否解释一下这个说法正确吗？你如果能翻墙的话，还是能够装上 TikTok 这个 app， 装上之后的话，你在手机上看也没人能管得了你。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但是我觉得美国人，你说这个不怎么管用，那是不是就不禁了？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美国人可能还是没有那种翻墙的很多这种翻墙的概念，就是技术上虽然可行，但是美国人真正用的不多。就像中国现在虽然有很多人他知道 VPN 可以翻墙，但是真正翻墙的人也并不多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肯定有帮助的啊，这个对，而且 TikTok 对美国人的这种监控啊，拿到的数据对美国还是相当的有这个威胁，对美国的国家安全还是相当有威胁的啊。特别是 TikTok 对美国的一些，它可以给你搞信息战呐什么之类的，这些方面的话还是很厉害的。反正我觉得你能限制一点就限制一点吧，你限制不了你没办法，但是你能做多少做多少，但是你总不能什么都不做啊，我觉得是这样一个关系。OK，下面一位朋友问。那想问问老师，国内的房产已经跌了很多，急抛也抛不掉，那怎么办呢？先放着还是就是割肉离场是吗？你要是有很多套房产的话，你自己住的你可能没办法抛，当然你可以大换小啊，换一个小一点的。那如果你要是这个房子有好多套的话，那你现在怎么办呢？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只能这样说，如果我是你，我不能替你出主意哈，万一过2天要涨了点那你又该怪我了啊！主意是你自己做哈，我只能是这样讲，中国的房价总体上是下行的，我只能这样讲哈。那你自己看着办吧，那你就觉得留在手里边越留的它就越不值钱的话，那怎么办呢？对吧？其实为什么你卖不掉，就是因为它还没有到一个 fair value 哈，就是说它没有到一个市场公平的价格，大家都觉得你再降价，他也觉得你贵啊，那你就卖不出去呗啊，是这么一回事儿哈。OK，下面一位朋友问，请问张教授，如果习近平因为健康原因下去了，会不会换上一个开明的领导人？这其实我已经说过了哈，我们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这个上面啊，我们只能寄托在我们自己个人的努力上。这个下面一位朋友问，张老师你好，最近读到一个词叫做文化马克思主义，我老讲这个词儿哈，感觉中国把这个词当做了巩固习统治的工具，这个肯定理解错了哈。中共是原教旨马克思主义啊，它是列宁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指的是西方白左这一套。您能否讲一下什么是真实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真实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就是它是这个简单的说，就是通过文化的方式，这个去瓦解一个社会的，我们叫 social fabric 啊，就是一个社会它的这个弹性啊，这一个社会它能够存在的这么一种结构，通过文化的方式、艺术的方式，对这个传统的这种信仰的这种解构来这个达到。背弃传统的文化，然后呢，就是把这种，就是西方这种颓废的，就是白左的这种吧，就是这种颓废的、对社会不负责任的这种做法普及到整个社会，就像什么放纵自己的欲望啊，什么变性啊，什么搞这个什么吸毒啊、合法化什么之类的，大家不工作都去吃福利啊什么之类的，就这种东西啊，就是让人变成。对社会不负责任的这么一个人啊，也没有了这个正常的这种是非善恶的判断。你要想了解什么是文化马克思主义啊，我觉得您可以看一看那个，大纪元时报有刊登过就是一本电子书，叫做《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这个我觉得你要是看一看的话呢，可能就那个文化马克思主义它的表现是非常复杂的，所以如果你要是不能够真的去理解这个，就是这个去读这本书的话哈，我觉得你也很难真的就能够就是理解这个文化马克思主义。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看看啊，就是这个大纪元时报哈，这个我把这个给大家打出来哈，这里边有这个就是叫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你看吧，我觉得这些东西看完之后的话，你就知道这个文化马克思主义是咋回事了。OK， 好了，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咱们也答完了哈，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吧，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啊，如果您觉得我们内容不错，有一定深度的话呢，麻烦您点个赞啊，然后呢把咱们这个频道告诉给更多的朋友，咱们就下次节目再见。千古文明汇成巨著，百家大义娓娓道来。净泉会员网隆重推出张天亮教授的2部大型讲史系列《中华文明史》和《秦汉史》，以引人入胜的故事解说中华文明中的深战智慧，以信仰的高度和全球化的视角，帮您把握历史的脉络，前瞻未来的风云。今天就登录 purespring.tv， purespring.tv。